小叔子要结婚，女方非要3克拉的大钻戒，婆婆买不起，就偷拿我的。我的那个可是收藏级别的，价值100万。小叔子婚事告吹，婆婆说都怪我，她让我老公跟我离婚，还让我净身出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清明那天，我跟着我老公回老家祭扫，我婆婆非要留我们住一晚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们商量。晚饭过后，婆婆笑眯眯地端着洗好的水果凑到我身边：“小莲啊，你看你工作又好，家境也好，能娶到你是蔡良有福气。”我礼貌微笑：“可小莲啊，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，既然是一家人，这回你弟弟结婚，你们得帮一下。你弟弟的女朋友非要钻戒才肯结婚，还说就要你手上戴的那种。你看你是给他买一个新的，还是把你手上的给他？”我笑容凝固，我这可是我妈给我的嫁妆，顶级地色，收藏级别，价值100万呢。我用手偷偷对了蔡良一下，蔡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。妈，这戒指是我的嫁妆，我不能给人，而且这个应该也买不到同款。这样吧，我们出钱，您让他去店里挑一个。我现在就跟我妈借钱，回头您想着让蔡柱打个借条。3克拉的钻戒最普通的也得20-30万了，什么借条？一家人还打借条？说出去都让村里的人笑话死。就一个戒指你都不愿意给，蔡柱可真是白叫你一声嫂子了。婆婆变了脸色，激动地站起身。蔡良这时终于肯出声了：“老婆，就一个戒指而已，你就给他吧，等以后有钱我再给你买一个更大的。”我瞪他一眼：“凭什么？当初结婚我1分彩礼没要，婚房都是我妈全款买完又装修的。现在我小叔子要结婚，张口就要我100万的钻戒。”婆婆直接甩脸子：“蔡良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。”蔡良拉起我的手：“老婆，当初是蔡柱放弃读书，打工供我读完研究生的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你娘家那么有钱，也不差这一个戒指，你就当做是为了我还不行吗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强压制住我的暴脾气：“第一，这是我的嫁妆；第二，这个价值100万；第三，我结婚时什么都没要。你们想借钱就打借条，不借就拉倒。”我拿起车钥匙，想要连夜赶回城里。蔡良没有跟上。我回头，正好看到我婆婆扇了他一巴掌：“窝囊废！你就这么当家做主的？让你媳妇把你妈欺负成这样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”婆婆说完，坐在地上开始哭嚎，引来左邻右舍都过来看热闹。不嫌事大的邻居，女人不打，上房揭瓦。这要是我家的娘儿们敢这样，我非抽死她！说着，他还瞪向旁边的妇人，穿着朴素的妇人吓得赶紧低下头。蔡良看看地上的老娘，又看看我，他朝我冲过来，抬手就甩了我一个耳光。这是蔡良第一次动手打我，平时他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很少。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他外表文质彬彬，性格耿直踏实。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也没发现他有什么恶习，而且工作积极上进。我爸妈对他也很满意，就是觉得家庭条件差点。但我家有钱，也不在乎形式上的东西。我爸妈给我们买房买车，怕蔡良没钱买好的婚戒，又出钱买了这个昂贵的钻戒给我当嫁妆。婚后的日子还算平静，可没多久婆婆就搬到我们家住，说是要亲自照顾我们，还私自把我妈给请的保姆给辞退了。我想着谁照顾不是照顾，
自己家人更放心。可没想到婆婆的到来，差点闹得我跟蔡良离婚。婆婆第一天到我家就要住进我跟蔡良的主卧，还把她那大包小包都扔到我们的婚床上。我当然不乐意了，这可是我的家。我把蔡良拉到一边，蔡良，你妈什么意思啊？蔡良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让我别把不高兴都写在脸上，那毕竟是他的亲妈。他把他妈的大小包裹都搬到次卧，又把他妈拉过去，不知道娘俩在卧室里都说些什么。反正婆婆没再提出占用我们的卧室。婆婆手脚勤快，就是嘴巴太碎。家里无论大事小事，她都要掺和。大事上蔡良就直接把她劝退了，小事上她仿佛早就习惯一般，见劝阻不动就不再说什么。可我受不了啊！每天上厕所小便之后，婆婆都不让冲水，非要攒到几次才冲。她说城里的水都要收钱，不能浪费她儿子辛苦赚的钱。家里的饮食水平直线下降，一周才能吃3次肉，海鲜水果就更别提了。吃肉的时候还必须是蔡良回家吃，她要是加班不回来，婆婆直接把肉收起，说是有好的要一家人一起吃。最过分的是，婆婆把我的燕窝偷偷喝光之后，竟然拽着蔡良一起批判我，说我已经结婚了，就要把钱都花在家里。蔡良竟然赞同的点点头。Andy， 老娘花的可都是自己的钱。为了这事，我和蔡良没少抱怨，可他总说他妈把他养大不容易，让我不要跟一位老人斤斤计较。我气得把他踹下床，让他滚到沙发上去睡。奇葩的是，第二天早上蔡良是从次卧里出来的。婆婆在厨房做早饭，见蔡良醒了，就开始摔摔打打，嘴里也嘟嘟囔囔地嚷着：哪家的好女人会让自己的男人睡沙发？我儿子赚钱那么辛苦，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。心疼？我只心疼我厨房的那套高级瓷器。我朝厨房的方向翻个白眼，哪家的好男人快30岁了，还跟妈妈一起睡？说完，我瞪蔡良一眼。婆婆平时在家都不注意，只套一件宽松的花衣衫走来走去。这个问题我跟蔡良提了好几次，可他根本不以为意。现在娘俩又在一个屋里睡，我真是接受不了。我亲儿子跟我睡一屋怎么了？他小时候还光着骨跟我睡的呢。就你们城里人花花肠子多。蔡良也不满地骂道：尹小莲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别以为你家里有几个臭钱就可以随便侮辱人。我大无语，拎包走人。关门时还隐约听见我婆婆跟蔡良说，都是活人惯的臭毛病。我回我爸妈家住了，任蔡良怎么求我都没不肯回去，除非他妈回老家。非人的日子我是一天都忍受不了了。我妈听完也是被震惊到，不过她还是劝我看在蔡良老实本分的份上，给他一次机会，好好谈谈。蔡良除了给我道歉，还跟我保证他妈已经答应他，不会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我婆婆也亲自给我妈打来电话，唠了很久。恰好又快要到婆婆的生日，我妈在市里最好的酒楼订桌给她庆祝，也顺便让我们小两口和好。可没想到婆婆这招以退为进，差点折腾黄我们小两口的这段婚姻。生日宴上，婆婆很开心，她穿着我妈送给她的精致连衣裙，头发也特地做了造型。她让蔡良给她各种拍照，嘴角的笑意就没断过。我沉着脸，我爸妈安静地坐在一旁等着。要不是我妈拉着我手，我早就离席了。婆婆终于拍够了，才过来跟我妈致谢。话里话外地打探这家酒店有多高档，订一桌酒席得多少钱。我妈耐心地一一作答，
我都佩服我妈。酒过三巡，婆婆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。平时一毛不拔的她，竟然甩出一张银行卡。虽然我是农村人，没什么大钱，但我有一颗爱孩子们的心。这张是我退休工资卡，今天我就交给蔡良了。婆婆有退休工资，我是知道的，是自由职业自己缴社保的那种。虽然她一个月工资没多少钱，但这个行为还是让我对她有所改观了。婆婆把卡塞到蔡良手里：“儿子，妈为你们的小家出一份力，这是妈的心意，必须收下。”婆婆面带微笑看向我妈：“亲家，您是不是也要有所表示啊？”啊！我妈一愣：“哎呀，就是退休工资啊！这2个孩子赚的还没花得快，咱当老人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您看，是不是也把工资卡给孩子？”婆婆说的真诚，笑的也真诚。我妈陪着笑脸看我一眼，伸手拿过包取出卡。孩子们过得好，就是老人最大的福报了。来，小莲，拿着。我本想拒绝的，我妈给我们买车买房，虽然几千工资对她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我自己赚的也够花。一只大手从我面前绕过，卡直接到了婆婆手里。小莲，你妈给你的就拿着，花不完就攒起来，以后有孩子花销大着呢。说着，婆婆把蔡良手里的卡也拿走了。这样吧，2张卡都放在我这里，以后生活开销都由我负责，剩下的妈给你们存起来。对了，亲家母，你那张工资卡的密码多少？我铁青着脸想要阻止婆婆，我妈在桌下轻拍我的大腿。亲家母管理家庭开销我还是放心的，只是我这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吃喝方面可别苛待她。婆婆装起卡，哪能苛待小莲啊？上阶段我就是瞧着这孩子太胖了，想着控制饮食，也是对她身体健康着想。我虽然对婆婆拿走我妈的退休工资不满，但想着这钱也是要用于生活开销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可婆婆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管我要钱。她到这里之后，我每月都给她6000块买菜，一些贵的海鲜牛排则是我自己开车去买。我直接拒绝，我妈的退休工资不止6000，买菜足够了。你不是要吃好的吗？卡上这点钱啊够。婆婆见从我这里要不出钱，生气地走了。之后的生活水平还是老样子，没肉不说，还老吃同一种青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婆婆每天到菜市场，等着快收摊的时候，捡一些摊主不要的剩菜烂菜。我跟蔡良提了几次都无效，便让他每天下班顺路买些肉类和水果回来。蔡良总是推三阻四，最后在我逼问下才告诉我，她的工资卡给婆婆了。婆婆拿着我妈的退休金和蔡良的工资卡，每月1万多块钱，可花在家里的每月1000块钱都用不上。妈，咱家的条件不至于差到吃不起喝不起吧？而且我和蔡良现在也没有孩子，您这么节省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。我伸手管婆婆要卡，告诉她以后不用她负责家里的开销了。可婆婆却对破口大骂，骂我没良心，只顾着自己快活。我快活什么了？我想吃顿肉都得靠公司食堂。你们这小日子过得这么滋润，我小儿子连媳妇都没娶上呢。要不是蔡柱当初把上学的机会让给蔡良，你现在能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，我也急眼了。说实话，蔡良赚的钱我还真放在眼里，我不过是看上他这个人了。再说，我优越的生活以前是父母给的，现在是自己努力赚来的，跟他那个小儿子蔡柱有个毛关系？感情婆婆省吃俭用的，把钱都贴补我小叔子蔡柱了。
他还有脸骂我？我把加班的蔡良紧急叫回来，让他解决这事。他要是解决不了他妈，我就把他解决掉。蔡良看我要来真的，不知道怎么跟他妈说的，最后把婆婆劝回家。临走前，婆婆还叮嘱蔡良，答应她的事抓紧办好。她关门前还不怀好意地看我一眼，我直接回她一个大白眼。我收起思绪，瞪着地上撒泼打滚的婆婆和刚刚给我一耳光的蔡良。我做梦都想不到蔡良会动手打我，还是在他老家，当着他妈的面。我擦干净嘴角的血丝，一巴掌甩回去。姓蔡的，离婚。老婆，婆婆直接从后面冲出来，照着蔡良后脑勺就是一巴掌。看你那点出息！婆婆一把拽住我头发向后拉扯，我吃痛向后仰头，她顺势将我拽倒，骑在我身上。我感觉浑身的骨架都要散了。婆婆两个大手粗糙有力，紧紧钳住我的手腕。我双手动弹不得，抬头张口照着她的大腿咬了下去。婆婆被我咬得连声尖叫。腥味在我嘴里蔓延，我依旧没松口，手动不得，我只能把劲儿都用在牙上。我扯着那块肉使劲晃脑袋，我婆婆强忍着疼痛硬往下撸我的钻戒，我手指被掰得生疼，疼得松开了口。啊！蔡良，快把你妈拽走！婆婆手下又一个用力，蔡良，过来按住她。戒指可别弄坏了。蔡良双手攥住我的手，我婆婆顺利撸下钻戒，身上的疼痛让我缓了好一会儿。你们这是抢劫，是犯法的。婆婆龇牙咧嘴的一手揉着大腿，一手举高手里的钻戒，借着灯光仔细瞧着钻石，笑开了花。小莲，你说那叫什么话？都是一家人，能犯什么法？婆婆说完就要把戒指收起来，一家人就不算犯法，那接下来就别怪我了。我掏出手机，问蔡良是不是非要我报警才肯还我戒指。老婆，你嫁给我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你非要跟家里人闹成这样吗？现在是我非要闹吗？我是第一次从蔡良身上看到妈宝男的本质，我恨自己识人不清，发现的晚了，但现在也不迟。眼看着我婆婆就要把戒指锁进柜子里，我过去一把就要抢回来，不想我婆婆早有准备躲开了。我气急，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窝囊气，这回又赶上我生理期将至，心中怒火更是蹭蹭往上窜。我顺手抓过桌下放的工具锤，抡起锤子对着屋里的家具就是一顿砸，眼睛能看见的东西都让我砸得稀巴烂。我喘着粗气，终于觉得心里畅快多了。婆婆和蔡良张大嘴巴愣在一旁，没出声。我扔下锤子，都是一家人，就别斤斤计较了。婆婆终于反应过来，抬腿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脚，我脚下一个趔趄，避开了。妈，你别踹她肚子，她怀孕了。蔡良焦急喊道。我怀孕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婆婆的眼神从惊讶到惊喜，成了，真的成了。母子二人的神情说不出的怪异。蔡良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告诉你我怀孕了？婚后我和蔡良没有避外，但迟迟都没有孩子。我急着到处找医生，蔡良倒是一点不急，还说孩子都是靠缘分的，看医生根本没用。我私下看过医生，我一点问题没有，正是受孕的最佳年龄。碍于蔡良的自尊和抗拒，我也没再逼他去检查。蔡良平时很少主动，整个过程中他都提不起兴致。但最近这3个月，他突然变了。他极度渴望要一个孩子，每晚积极造人。
他说让我一定快点给他生个儿子出来。他为了助兴，总是在床头点一种特殊味道的熏香。不过我不喜欢那味道，熏久了昏昏沉沉的。有时是没办完我就睡着了，而且醒来觉得格外的疲惫。可是怀孕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蔡良怎么知道的？而且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怀孕。我现在对蔡良，对他们一家很失望，我要及时止损。蔡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你这月经期推迟了，早上还干呕你都不知道吗？我回忆了一下，确实推迟10来天了，这里胃也确实不好。因为一直怀不上，所以大姨妈的日子我也不刻意去记，哪天来哪天算。那天早晨我不让你冲厕所，然后就偷偷测了下。蔡良翻出手机照片给我看，2道杠的验孕棒，背景确实是我家卫生间。他可真卑鄙又恶心，可怎么就赶在这个节骨眼我怀孕了？难道我还要赶潮流去赴留子？哎呦，我的孙儿，我的好大孙啊！我及时阻止了婆婆要摸我肚子的动作，把她的大手扒拉开。这孩子我不会要的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我不可能跟一个家暴男过下去。钻戒不还也可以，等着警方来抓你们吧。我打算一个人连夜回城里。至于蔡良，我不要了。婆婆拦住我的去路，小莲，今天这事都怪妈，妈给你道歉。你就别说气话了。婆婆使了个眼色，蔡良赶紧过来道歉。我把手一摊，钻戒。小莲啊，那个钻戒你先借给妈，等你把弟妹娶进门，妈就还给你。你放心，妈保证不给你弄坏。我白眼翻的眼球都要抽筋了，1秒都没多待，开车就回城里了。婆婆在后面大喊大叫，想离婚也可以，先把我大孙子生出来，生完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什么年代还重男轻女，愚昧可笑。我回去的路上就报了警，价值100万的贵重物品被抢劫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法院排队起诉离婚。蔡良灰溜溜地回了家，钻戒完好无损地放在我的梳妆台上。想必警方找过他们了。我不再追究的条件就是蔡良同意离婚。蔡良说同意离，但他对离婚的财产分割有异议。他说他妈的态度很坚决，离婚可以，孩子我必须生下来给他们家，而且还要我净身出户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结婚时他家1分钱没出，婚后的工资也是各管各的。离婚了，他家竟惦记上我的财产了，还想让我把孩子生下来送给他们。离婚案子开庭时，作为被告方的蔡良竟然请了本市的精英律师。就算他请来全球精英律师也没用啊，那些都是我父母出钱买的。虽然当初他软磨硬泡加了他的名，可缴款凭证都让我妈留存好了。蔡良只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镜片后面隐藏着一股精明的光。以前我怎么就那么眼瞎，觉得他老实憨厚呢？离婚本应很顺利，财产都是我家的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尚未出生，自然也是归我。我觉得这样也挺好，我有钱有闲，父母健康能帮忙，孩子父亲智商也够，去赴留子跟我姓，简直人生赢家。蔡良对我提出的要求没有提出直接异议，他的律师向法官递上一份材料。我也很好奇蔡良能拿出什么有力证据。我方当事人要求原告给付离婚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金。蔡良摘下眼镜，开始抹眼泪，那副狗模样简直绝了。法官皱着眉头看完材料，问我是否同意。我当然不能同意，我又不是过错方，
明明是我精神受到损害了。蔡良泪眼朦胧，尹小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婚后我既要赚钱养家，又要操持家务照顾你，你却出轨跟别人有了孩子，你还要我净身出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法官，我真是活不下去了，不然您直接判我死刑吧。医生说我重度抑郁，自杀倾向严重，不能受刺激。可现在我傻眼了。蔡良这一出可太像他妈了。保持安静。法官转头问我，原告、被告说的可属实？法官，他就是在放臭屁，说的没一句真的。我气得骂了蔡良2句经典国骂，当然也被法官警告了。对方律师、原告、被告患有无精症，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有能力让您受孕。我接过对方律师递过来的附件，3家3甲医院的证明，以及一份精神神经医院的证明。蔡良患的无精症这么绝，治都治不了那种。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可我绝对没有出轨，精神和肉体都不曾出轨。我懵逼了，一时说不出话。对方律师趁机提出要求离婚补偿500万，精神损害赔偿300万。对方的理由是我们的财产合计5000万，而我又是过错方，800万在合理的赔偿范围之内。我当然不可能答应给蔡良赔偿，1分钱我都不可能给他。而且这婚我也必须要离。我对这样的结果也不认可，我根本没有过错。我当庭提出做司法亲子鉴定，却被蔡良拒绝。尹小莲，你这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。3家大医院的证明还不够，你非要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，你是想逼死我吗？蔡良激动站起身，猛地伸出左手手腕，手腕处缠着一卷厚厚的白色绷带，外面隐隐还透着血迹。这案子没办法继续进行，只能择日再审理。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让我妈托关系去这3家医院查查，是不是蔡良为了赔偿金而造假。查明的情况更是在我意料之外。蔡良确实是无精症，早在2年前他就检查过，并且治疗无果。也就是说，蔡良咋就知道自己无法生育，却选择隐瞒跟我结婚？而现在百口莫辩的人却是我。我心烦意乱，没了耐心整理蔡良留在家里的东西。我胡乱打包，随意几个大袋子堆在门外，给他打电话，立马取走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传来按密码的声音。几次密码错误之后，蔡良猛劲敲门。我正在气头上，心里有气没地方撒。我站在门口把他一顿臭骂。蔡良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等我骂累了，他才开口。尹小莲，我劝你还是赶快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们早点散伙，谁也别耽误谁，不然接下来有你好受的。我刚压下去的火又蹭蹭往上窜。蔡良，你这臭不要脸的嘴脸是祖传的吧？真是让人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尹小莲根本就没有出轨。尹小莲，你怎么怀的孕？蔡良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推眼镜。尹小莲，800万对你家来说不算什么，这是唯一能保全你名誉的办法。你该不会是希望我拿着医院证明去你单位闹吧？你家的亲属群我也没退呢，不然让他们都给评议评理。我气得甩上门，把声音隔绝在外面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给蔡良打了个电话，要求亲自陪他去医院做精子化验。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蔡良身上，可他一口回绝了，说我这个有钱人在侮辱践踏他仅有的自尊。我心中烦闷，想出去走走。
我刚一下楼，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是我小叔子。我小叔子虽然跟蔡良是双胞胎，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。凭神态和气质，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我本来想装作没看见，但突然有一个女孩喊住我：“嫂子，嫂子！”小叔子蔡祝闻声也看向我这边，目光正好落在我肚子上，眼神怪异。我不自觉地拉紧衣服裹住肚子，这回想躲都躲不开，只好走上前。女孩挽住蔡祝的胳膊，朝我走过来。女孩冲我摆摆手，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上有一枚跟我一模一样的钻戒。我把手背到身后：“嫂子，谢谢你呀。我听蔡祝说了，这戒指是你给我的，可值钱了呢。”蔡祝脸色有些不自然，拉起女孩就走。我摸了摸手上的戒指，刻字还在。女孩手上戴的是市面上高版本的假货。我看着女孩的背影，事情或许有转机了。蔡良继续给我施压，让我答应他的离婚条件。他动作很快，先给我爸妈打去电话。我妈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在开车。连，蔡良说的都是真的吗？800万也不多，就给他吧。妈妈真的害怕他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来。妈，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我绝对没有做出让父母丢脸的事情。挂断我妈的电话，我就给蔡良拨了过去。尹小莲，你妈应该给你打过电话了吧？怎么样，这回想清楚了？我冷笑，这就是老实外表下的真面孔吧？蔡良，如果你胆敢再骚扰我身边的任何人一个人，我就把你们家用假戒指骗人的事捅出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家的真实嘴脸。吼完心里畅快多了。蔡良没再威胁我，不过他还是坚持拿不到800万就不离婚。很快离婚诉讼再次开庭审理。我10万，爱要不要？蔡良，尹小莲，你 TM 打发叫花子呢？10万块还没你美容院一张年卡值钱。一口价30万，条件是永远不要骚扰我身边的人。立字据为证。我心里底线是100万。我不想再拖延下去，一是我父母会担心，二是以后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更没有精力与男人纠缠。100万对我来说，永久性解决掉一个大麻烦，还是值得的。蔡良看我态度坚决，面露犹豫。我目视前方，面无表情。尹小莲，100万，就100万。我保证从此从你的世界里消失。我依旧目视前方，面无表情。虽然已达到预期，但我还是要坚持2个回合。这钱要是给得太容易，保不准以后他再来找我要钱。50万，多1分都没有。你要是不接受，我们就继续走法律程序。行，50万就50万。蔡良很是激动。一旁的律师脸都绿了，想拦他都拦不住。我赶紧同意，立字据，所有手续流程签完。我把地上的大黑袋子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10捆100元大钞，正好100万。我拿出5捆扔给蔡良。蔡良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暴怒：“尹小莲，你耍老子！”我拿着字据，拎着黑包，转身离去。省下50万，后面的狗吠声听起来都那么悦耳。我在银行贵宾室等着存钱，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。我打开一看，是蔡良的家族群。他家亲戚多，7大姑8大舅的，亲的表的堂的，几十个。群里一阵热闹，原来是蔡祝的女朋友进群了，确切地说是未婚妻。翻了下聊天记录，
两人已经准备拍婚纱照了。群里的人说辞跟我那时刚进群差不多，都是一味夸赞的。我婆婆更来劲，就差管女孩叫亲闺女了，还在群里夸2个儿子兄弟情深。小儿子放弃学业，哥哥读书，哥哥出息了，反过来又帮弟弟，还说女孩命好，嫁过去就有价值100万的大钻戒，城里的房子也看好了，就等着交首付款了。首付款应该就是蔡良从我这里拿走的那50万。我想起我的遭遇，心里一阵愤恨。我翻出判决书，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。照片上不显眼处是我戴戒指的手。发完我就撤回了。群里正聊得热闹，照片都能看到。然后我就退群了。果然，蔡良电话打进来：“尹小莲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找茬？”蔡良肯定不会留意到照片上的细节，他没那么细心。没呀，发错群了。反正他们早晚都会知道，就当提前通知了。这样他们也能张罗着给你介绍女朋友。蔡良没反驳我的话。我不希望再跟蔡良一家有纠缠，这事就点到为止。可没过一会儿，蔡柱未婚妻直接给我发来好友申请。备注信息：姐姐通过下，有急事。我没理会，刚收起手机，电话就进来了，是本地的陌生号码，直觉是蔡柱未婚妻。姐姐，是我，蔡柱的女朋友于金凤。小鱼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和蔡柱的哥哥已经离婚了。姐姐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在你单位附近等你，你不来我就一直等。我揉揉有点发疼的太阳穴，刚才的一时气愤反倒给自己惹出麻烦了。我开车来到单位，领着小鱼进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。姐姐，我这人比较直，你别介意。我约姐姐来就是想问下姐姐手上的戒指是怎么回事？你的不是给我了吗？于金凤目光紧紧盯着我。小鱼，这个问题你还是回去问蔡柱吧。于金凤显然不满意我的答案。姐姐，你能让我看一看吗？我只好把手伸到她面前，2只戒指放在一起，立见高下。于金凤握住我的手，仔细端详。她抓得我手有点疼，我把手抽出来。你想问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，我们也没聊下去的必要了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咖啡我已经买过单了，我拎包起身要走。姐姐为何要害我？我停住脚步回头，我害你。于金凤站起身，拔高音调，碰到那次你怎么不说？现在我和蔡柱都准备领证了，我也怀孕了，你才说我手上的戒指不是你戴的那个。于金凤拽住我，手上的力气跟我前婆婆一样大，你害了我，就想这么走掉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我没了耐性，咬着牙问她想怎么样。于金凤竟攥住我手腕撸我的钻戒，这本该就是我的。我简直要气疯了，拿起桌上没喝完的热咖啡就泼了过去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拎包就走。MD， 流年不利，只要沾上姓蔡的一家，准没好事。路上我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于金凤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的打。我给我妈发了条信息就关了机，去我常去的美容院做了个 SPA。好久没这么放松，我一下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美容院都快下班了。美容小妹一直在旁边守着我，我有些难为情，就充了10万的美容卡。等我回到家才开机，刚一打开，手机都要炸了。我前夫、我前婆婆给我发了无数条信息，我随意看了2眼，都是骂我坏了他们家的好事，还让我将功补过，赶快把戒指送过去。我把他们一一拉黑。
躺在大沙发上，展开我的离婚判决书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读着。糟糕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。我摸了摸我的小腹，虽然蔡良被医学判定不孕不育，我前夫家也一直给我泼脏水，可我自己做没做过，我是清楚的。这个孩子除了蔡良，不可能是别的男人的。不过他不肯承认更好，我还怕他跟我争抚养权。我打算休年假去旅行，等到月份大了就不方便到处走了。还没等我出发，我前婆婆却找上门了。她一见到我就伸手想要打我。现在她已经不是我婆婆了，我没有任何顾虑的先给她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我手掌都震麻了。打完我就掏出防狼喷雾对着她：你们家已经从我这拿走50万了，要点脸吧，别再得寸进尺。前婆婆瞅了瞅我手里的东西，没敢上前。尹小莲，你陪我的大孙子。大孙子？什么大孙子？不会是来跟我争抚养权的吧？前婆婆见威胁不了我，干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尹小莲，你丧尽天良，不得好死！你都离婚了，还来搅和我家的好事。这回好了，我那小儿媳妇卷跑了50万，还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。我的大孙子啊！你陪我的大孙子！我一听就乐了，这是你们蔡家丧尽天良应该得的报应啊！尹小莲，你必须再给蔡良50万补偿，不然我就闹到你爸妈那里去，他们那么有钱，肯定不会差这几十万的。前婆婆还想继续闹，蔡良和蔡柱就来了。蔡良一眼都没看我，蔡柱看我的眼神很耐人寻味，我一时没读出他眼里的意思。我毫不客气地警告他，再有一次就报警。二人搀走还要撒泼的老太太。我关上门，蔡家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我的肚子也开始显怀了。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我到最大的私立妇产医院做了大排畸，报告显示胎儿一切正常，医院还送了好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。我手里还有一双医院送的婴儿小袜子，蓝色的。这个暗示我懂，男 baby 吗？其实男孩女孩对我来说都一样，不过婴儿的小袜子真的好可爱，小小的一只。这时一双大手从我眼前晃过，小袜子就到了他手里。男孩，不错。我抬眼一看，是我的前小叔子蔡柱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心里警觉起来。我来看看你和孩子。蔡柱的目光对上我凸起的肚子，我本能地把2只手挡在上面。蔡柱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没等我问，他就自己说了，接待你的小护士是我老家的表亲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第一次来检查时就觉得那个朝我笑的小护士眼熟。可蔡柱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他来看我和孩子？你把我们家的人都拉黑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到这来堵你了。蔡柱拿过我放在一旁的背包，我刚要阻止，我哥没法怀孕，你就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怀上的孩子吗？我心头一震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蔡柱拎着我的背包就往外走，我的手机和证件都在包里。去我车里吧，东西都在我车里。医院停车场都是监控，我直接跟了过去。蔡柱开面包车来的，车里都是没卸完的货物，只有后排有一个空座。我上了车。东西呢？坐稳了。蔡柱突然发动车子，我一个不稳，赶紧抓住扶手。停车！放我下去！你这是犯法的。医院有监控。蔡柱根本不理会我，我不敢乱动，怕碰到肚子。我伸手去拿前排座位上的背包，想报警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觉得警官会管家务事吗？
蔡柱嘴上这么说，却把我的背包扔到前排脚踏垫上。什么家务事？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你们家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蔡柱笑出声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哥的，你说这算不算家务事？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早晨要验血，我还没吃早饭，这会儿胃里一阵阵抽痛，我脑子嗡嗡的，耳朵里都是耳鸣声。我想喊出声，我想说这绝不可能。我手脚发麻，头晕目眩。车子一个急转弯，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我醒来时是在一个小黑屋里，屋子里很暖和，烧了火炕。蔡柱坐在我的枕头边打电话，我隐隐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是我前婆婆的。她跟蔡柱说一定要看住我，只要我安全把孩子生下来，那孩子就是我的长子，也是我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以后我爸妈和我的一切都是孩子的。蔡柱听到我的动静，赶忙撂下电话，他旁边放着一碗粥，还冒着热气。刚才看你在梦里挣扎，就知道你快醒了。来，趁机喝吧。我坐起身，打翻了碗。这是哪里？你囚禁我，这是要坐牢的。坐牢？我只是带你回老家的山里养胎，坐什么牢？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。蔡柱把我的手机还给我，我帮你跟公司请好假了。你就等休完产假再去上班吧。你爸妈那头我会亲自上门去道歉。我打开手机，没有信号。蔡柱扔给我一部平板电脑，无聊就刷剧。我摔了平板，平板在地上翻滚几下，屏幕裂了。我不可能放你走，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她知道你肚子里的是男孩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你只能乖乖地留在这，把孩子生了。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了，我要想办法下山，报警，尽快取证。我走到炉子边，盛了热粥，大口吃着。怀孕怕饿，一饿就低血糖没力气。蔡柱叫我乖乖吃饭，以为我想通了。我瞪他一眼，他立马躲到一边。蔡柱折腾一天也是累了，他躺在暖和的炕上，很快睡着了。我也很累，但我不能睡。天蒙蒙黑了，蔡柱的呼噜声很大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去，轻轻开了门。这应该是春耕时住人的小屋子，隔着不远就有一个又一个。整个山上只有我身后的小屋子有亮光，周围静悄悄的。我沿着小路一路跑，跑一会儿就要喘一会儿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我双腿像灌铅了一样。这时我听到刚才的方向传来呼喊声，没听错的话，喊的是小莲。我没敢多做停留，继续拖着肚子往山下跑。突然脚下一滑，我惊叫一声，就摔了一个小坡。我最后的印象就是肚子很疼很疼。我被一对徒步的驴友救下了，领队用卫星电话帮我打的救援电话。我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摸着平整的肚子，不知道是什么心情。蔡柱和蔡良后来都被抓了，蔡良坚持要见我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前婆婆又来找我闹，我把她也送进了警局。其实患有不育症的是我小叔子蔡柱，我婆婆自责当初没让蔡柱读书，结果就是他既没有本事，也没有生育能力。想要靠蔡柱的条件娶到一个满意的儿媳妇，再生一个大孙子，简直是难上加难。后来这一家人就想出一个损招，让蔡柱冒充蔡良的身份去医院检查，这样蔡良就有了死精症的证明，然后再让蔡良寻找目标女孩结婚。很不幸，我就是那个倒霉蛋。他们计划等到我怀孕时，就让蔡良拿出不育症证明，冤枉我，再让我以过错方的身份放弃财产争夺。
把这一大笔钱给蔡柱娶媳妇，然后再激将我生下孩子。如果我不从，就要囚禁我。这样等孩子一出生，和蔡良做亲子鉴定，这样我家的资产自然就是孩子的。他们还设计想要让我和我父母出意外，这样孩子父亲就会监管大额财产。只是中间出了变故，计划没能进行下去。我花了大价钱请了全国有名的律师，唯一的要求就是严判、重判。我辞了职，我选了一处四季有花的地方，开了一家民宿。不忙的时候就跟着驴友们徒步探险。曾经遇人不淑，不要怕，重新开始。我相信时间总能淡化一切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